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财商训练营第9课：财商的4大能力。看了你们的作业啊，问你们财商是啥，让你们给财商下定义。我看到很多人的作业了，财商是思维，财商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商就是造钱，财商就是一套系统啊，就是我觉得都差那么一点点。你们知道吗？你对财商的理解就是你对财富世界的认知，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就算你凭运气赚到了，也会凭实力亏掉。这个世界有159种收割你的方法。很多人会问老师，为啥159种？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不要纠结数字啊。你可以说189种，直到你的财富跟认知成正比。所以凭运气赚来的钱都会凭实力亏掉。朋友们，我真不是给你们开玩笑。就在昨天，我为了给你们背这一节课，我把我老师所有的书籍又看了一遍，我把我上老师课程的所有笔记又看了一遍，我把我老师说的光盘视频又重新看了一遍。我以前在台上说财商的定义是这么说的：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能够留住多少钱，并且能够留住多久。如果你刷过周老师短视频，如果你上过周老师的课，你一定听过周老师讲这句话，对不对？终于知道为什么清奇是100亿富豪，而周老师不是100亿富豪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对这句话理解有问题。在座各位，我接下来要告诉你这句话是错的。我讲了10年的这句话，我突然发现这句话是错的，因为我重新翻开在17年前上老师课程的笔记，老师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因为当时罗伯特清崎说的是英文，上课的那个给我们翻译错了。但是当我翻开罗伯特清崎的书籍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书籍里面找到了那个翻译与这个罗伯特的本意更加接近的意思。我给你们画个金字塔，我们来看看人与人的境界的区别。很多人认为什么是财商？我能赚到很多钱，我就是有财商。他们认为钱多就是财商，所以他们会通过一切办法去赚钱。他们可能通过坑蒙拐骗，他们可能通过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他们可能通过买彩票，他们可能通过赌博，他们可能通过诈骗，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赚钱。他们认为只要有钱了就是有财商，就是幸福，就是财富自由，这是不对的。而我那个翻译给我翻的那句话是：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能够留住多少钱，并且能够留住多久。就因为周老师听了这一句话，所以当然了，我也非常感谢那个翻译。为什么呢？就因为周老师听了这句话，所以那个资金盘割不到我，那传销币割不到我，那些琳琅满目的这些所谓的炒外汇、炒期货，这些所有的骗局，它都割不到我，因为我一心一念就是我要守住我的钱，我一定要守住。所以守住你的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 ：no no no。在座各位，在5年前我去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一家那个瑞银银行的分号，瑞银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私人银行。他的那个银行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2年啊，世界形势不好。其实我们瑞银啊，虽然很专业，对吧？我们全球排名第1私人银行，但是实际上这2年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不太好啊。在瑞银开户起步要800万美金，然后呢，他说周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对不对？我也是你的粉丝，我今天就跟你说实话，不把你当客户。就这些年有没有在瑞银理财里赚到了钱？有。那哪些人赚到了钱，有人赚不到钱呢？就是当我们的那些操作员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好，行，你操作吧。
凡是这样子的都亏了。凡是就有一帮你们中国人，他也听不懂老外讲话，他也听不懂，对吧？投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这个，反正他也国债啊，投资这个期货啊，对冲性基金，他啥也听不懂。所以每次投资的时候，他都跟我说的话是一样的 ，no no no， 他就会说一个字 no。然后他的这800万美金到现在还是800万美金，但是美元上涨了。人民币下跌了，他一换算，妈呀，15%的回报。所以这个周老师是用的极好，妈呀，真用的极好啊！周老师绝对是非常保守啊，确实这2年也没什么好项目啊，除了配一些黄金，除了配一些保险，我几乎赚的钱最多就是买一些银行理财，现金流大大的充足。我认为我挺有财商，妈呀！我这一次我给你们备课的时候，我真的，我们来看看罗伯特清崎的本意是什么啊？我们来看看啊，你们认真听啊！就这一句话听懂就是百亿，不开玩笑的各位。罗伯特清崎说，富爸爸多次跟我讲过什么是财商，他给财商曾经下过一个定义。他说，财商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你看这句话都一样，一模一样，这句话没错啊，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们而是留住多少钱，并且留住多久，是不是这样式的？你看不一样了。富爸爸的定义是，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啊，是你能让多少钱为你工作，他们产生的现金流可以让你活多久。财商不是你赚了多少钱，是你能让多少钱为你工作，他们产生的现金流可以让你活多久？几字之差，他们的意思可是天壤之别呀。一个是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留住多少钱，并且留住多久；一个是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能让多少钱为你工作。他们产生的现金流，或者说他们产生的被动收入，可以让你活多久？来，有没有人能感受到这2句话的高度完全不一样？在罗伯特清崎看来，如果你的钱不能为你工作，或者说不能为你产生现金流，或者说不能为你产生被动收入，你这个钱就是负债。你守住你的钱你没用，你得让你的钱为你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财商。就这句话听完以后，我就瞬间明白了。你们知道你们最愁的事是什么吗？钱太少。你们知道罗伯特清崎愁的事是什么吗？钱太多。哎呀，钱太多了，我这不又赚了2000万美金，这钱咋弄啊？你不能放银行啊！哎呀，我赶快去找个项目投一下，把钱花了。他每天在想这种事儿。来，这个定义如果听不懂，富爸爸还给财商曾经下过一个定义：财商是把现金或劳动转化成能带来现金流资产的能力。今天你开了个公司，我也开了个公司。你开了个公司呢，你干就有钱，不干就没钱。你开的是个便利店，你每天都要去店里。你开门就有钱，你不开门没钱。你也不愿意去招雇员，对不对？所有的钱都是你赚了，你是在 S 象限，对不对？你是在为你自己工作，你跟那个囚徒没啥区别。但是我的劳动呢，我也开了一家公司。刚开始我要负责干，我是总经理，对不对？慢慢的，哎，我不做总经理，我做董事长了。慢慢的，我只做投资人了，我的企业自动化运营了，对不对？哎，这个时候我的企业就已经变成了现金流资产。换句话讲，穷人的目标是钱，他的目标就是赚钱，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富人的目标是什么？是资产，是能够为我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我不知道我讲完这2个定义，你们不要小看这2句话，是我又把39本书翻了一遍才翻出来的。在座各位，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那个境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真的搞懂了财商，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也不是你能够留住多少钱，这只是财商的第一重境界。赚更多的钱只是财商的第一重境界，你能够留住你的钱只是财商的第2层境界。而你要想成为顶级富豪，你的资产要想突破100亿，你必须要上升到财商的第3层境界，那就是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能让多少钱为你工作，他们带来的现金流能够让你活多久，这才叫真正的财商。
财商是你能够把你的现金和你的劳动力转换成现金流资产的能力，这才叫财商，这才叫财商的顶级境界。我就在想，你说赚第一个100万的时候其实挺简单，赚第一个1000万也挺简单，赚第一个1个亿也挺简单，对不对？赚第一个10个亿也挺简单，那为啥不都说了吗？赚第一个100万是最难的，后面会越来越简单，那咋就赚100个亿就那么难呢？境界在这儿呢，你的这个境界就只能赚这么多。就这么说吧，你如果活在这儿，你最多对吧，就是个亿万富翁就了不得了啊！但是你这个亿万财富也留不住，很容易投资就亏钱，就亏没了，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对吧，你到这儿了，财商不是今天你赚了多少钱，是留住多少钱，到这个境界了，你可能过10亿，但是你想过100亿，不现实啊！只有你到这里了，你的钱为你工作了，你才有可能过100亿。所以在座的各位，就今天这堂课值多少钱？就如果你们真的听懂了，我跟你讲，真的是超值。为什么说财商是由4大能力所组成的？4大能力其实对应着财商的4大境界。朋友们，财商有4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创富，就是赚更多的钱；而第二个境界叫守富，就是守住你的钱。今天很多人经常问我，老师，你让我买的保险回报率太低呀，只有3点多呀。你想买几个点的回报？我想买10个点的。就这种人他就没有财商，你知道吧？一个真真正正已经身价过千万过亿的人，他不应该思考我应该如何赚更多的钱，你应该思考我首先如何守住我的钱。保险是为了让你守住你的钱的。我让你买黄金，你说了，老师，黄金400多太贵啦，现在买不合适。今天你有1个亿，我让你买2000万黄金做资产配置，你不买，你觉得太贵了，你觉得这400块钱黄金太贵了，未来跌了咋办？结果你就1个亿现金在自己的账上，结果吃官司了，1个亿被没收了或者被冻结了，你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当年听我的，花了2000万买了实物黄金，这2000万实物黄金不可能被冻结，你拿这2000万瞬间可以变出现金来救你。就算你钱全没了，你还有2000万，那个时候你还会觉得黄金太贵了吗？我让你花2000万买保险，买的是增额终身寿的保险，是做到防火墙，是做到资产隔离的，你觉得资产回报率太低了，你今天去投资其他项目，把1个亿全投亏了，或者说你吃官司了，被冻结了，对吧？或者钱被没收了。如果说你当年听我的，配置了2000万的保险，这2000万保险永远是你的。保单贷款80%，2天时间可以贷出来1800万，然后只要交保交5年，你的2000万的价值就能变成2100万，过10年可能就变成2500万，过30年这2000万就能变成1个亿。保险是保障，是生命线，不是为了赚钱。不要总是想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赚更多的钱。一个人已经身价过千万过亿了，每天还要想我要让我的钱继续增值，这个思维是错了。先想如何守住钱。